恭送小姐回家。恭送小姐回家。5年了，我还是回来了。姐姐，你毕竟是不祥之人，况且乡下地方待久了，身上晦气特别重。这么多年第一次回家，妹妹特意为你接风洗尘，你不会生气吧？这便是我那个后妈的女儿梦玲吧？果真是和她妈一样刻薄虚伪。当然不会，果然是乡下来的土包子，又怂又蠢。孟庭婉，你什么意思啊？初次见面，也没有来得及给妹妹准备礼物，这一巴掌就当是送给妹妹的见面礼。你给我等着！妈，这个乡下来的严重，他敢打我！你们看我脸被打的，我还怎么见人啊？挺晚呢，在乡下地方待久了，连规矩都忘了，连练好心好意给你去会亲，你不领情就罢了，怎么还动手打人呢？我看你呀，真是和你妈一样，没有一点教养。我的教养是爷爷教的，他教我尊敬长辈，爱护手足，也教我人若犯我，10倍奉还。至于我妈，还轮不到你这种鸠占鹊巢、满嘴喷粪的东西来评价。你放肆！王庭婉，谁给你的胆子这么跟你妈说话的？我妈，我只有一个妈，她早埋在孟家的后山，一个靠爬床上位的小三儿，还没有资格在我面前摆长辈的架子。你别忘了，你也姓孟，妈最大的错误就是到死都没把你教好。爸，你就别骂姐姐了，她肯定也是因为要嫁给霍家那个残废，心情不好呢。姐姐，虽说霍家大少爷是个残废，但是好歹霍家也是京都1等1的大家族，你这一副乡野农妇的模样，不知礼数，可不要给我们孟家丢人现眼。要是惹恼了霍家老太太，可吃不了兜着走。孟庭婉，我告诉你，最好收敛一些。若是搞砸了孟霍两家的婚约，影响孟家的生意，别怪老子不认你这个女儿。你们3个说完了吗？吵死！我和霍明远的婚约是爷爷早些年定下来的，和你们孟家有什么关系？想利用我获得霍家的商业资源，做梦！反了天了都！你这个孽障，老子打死你这个小畜生！老爷，夫人小姐，霍大少爷亲自来了，说是来接大少奶奶回家的。这霍家少爷竟然亲自来了，难道霍家这么重视这个婚约？也不知道我这便宜未婚夫长什么样子。既然已经是我霍明远的太太，是霍家的女主人，就不要再任人欺负了。他这是以为我被孟家的人欺负了？这个便宜老公人长得挺帅，还快护短的。孟总，孟夫人，孟二小姐，我霍明远的妻子，代表的是霍家的脸面。你们这样对我的太太，孟家想要的好处，一个都不会有。霍少，之前霍老答应我们，只要履行婚约，霍家的单子……我虽然是个残废，但霍家当家做主的人是我，还轮不到你指手画脚。带夫人上车。夫人请。必须
'cause you got me, still I can't believe what you say. 爸妈，那个扫把星他凭什么让霍明远给他撑腰？他不过就是个乡下来的废物。琳琳，别气了，跟一个残废和扫把星置什么气？他霍明远再狂，不过就是个坐轮椅的废物，在霍家能有什么实权？不过仗着霍老的情分罢了。你跟他们不一样，你是孟家小姐，眼光要放长远。哼，霍家又不是霍明远一个儿子，霍家二少爷霍明轩，他年轻有为，前途无量，霍家未来继承人一定是他。你想想办法，多在霍二少面前露露脸，拿上关系才是正经。对，霍明远那个残废算什么？霍明轩才是真正的金龟婿。等我搭上了霍明轩，看他们怎么得意。你跪在我面前求饶。这张卡你拿着，既然你已经是霍太太了，那就不会亏待了你。想买什么就去买吧，密码是6个月。谢谢。其实他的腿可以治好，只是我已经决定不再出手。对了，明天晚上爷爷的寿宴，你跟我一起去吧。虽然我们没有感情，但是你放心，我会护你周全，不会让旁人欺负你的。自从爷爷去世后，还是第一次这样被人护着。没想到云婷这些年将逍遥阁打理得这么好。当初爷爷将逍遥阁留给我，本是给我留一条退路，云婷竟将分店开到了京都。爷爷一直想要逍遥阁的药王像，但是这阁主脾气怪异，也不知道今天能不能顺利买到。放心，这送上门的生意，这老板还能不做？这孟庭婉长得好看，但确实有些浅薄无知，竟然连逍遥阁都不知道。哎呀，这不是姐姐吗？你也来给霍老爷子挑寿礼啊？这么快就勾搭上霍明轩了，你还真是好本事。琳琳，这个就是你说的那个乡下来的废物，你还真别说呀，这残废配废物，还真是天生一对。没有你们配，奸夫淫妇，蛇鼠一窝。找死！林轩，他可是你嫂子。大哥，你说你这腿脚不方便的，还亲自来选礼物，你可真是有心。哎呀，明轩，别这么说。虽然姐姐和姐夫一个是废物，一个是残废，但是他们好歹是霍家的人啊。姐姐，你不会什么都没准备就来挑礼物吧？这逍遥阁的林老可是出了名的坏脾气，从来不接受只带礼物的人。大哥，你们要是买不起礼物，要不我借你们点钱啊？你算了，是我们准备不周，看来是买不到药王图了。我还不知道天下竟有这样的规矩，买东西还要送礼物。我倒要看看他今天破不破例。今晚别说了。孟庭婉，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就算是京都最厉害的人物来这逍遥阁买礼物，也要守逍遥阁的规矩。你真嚣张！看等会林老来了怎么收拾你！谁在我逍遥阁喧闹啊？这不是金针射手孟姑娘吗？她怎么会来这里？林老，您来的正是时候。我们啊，想要买你们店那尊药王像。这个呀，是我给您准备的乾隆时期的玉杯。林老，我们知道您爱收藏这些小玩意儿，这是我们孟家珍藏多年的玉瓷杯，望您笑纳。不行啊。林老，我家老爷子一直想要您店里的药王像，今日确实是我们礼数不周，没有准备礼物。若您能给个面子，下次一定准备厚礼。大哥，规矩就是规矩。林老，您说呢？就是，刚才有些人还说什么破例，也不掂量掂量自己几斤几两。完了，
这逍遥阁授意的规矩，我和几个老东西贪心才定下的，神医大人应该不会生气吧？林老，买东西还要送礼物？孟庭婉，你是聋了还是傻了？我刚说你没听到。姐姐，你不会以为装傻就能？这一来不需要任何礼物，店里的东西你随便挑。林老，您是不是认错人了？他呀，就是乡下来的废物，您对他这么恭敬干什么？闭嘴！孟小姐，您看中了什么，尽管说。那幅药王像。好，好，好，还愣着做什么？快给孟小姐包起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林老对庭婉会这么恭敬？林老，为什么？明明这幅画是我们先看中的，而且我们还准备了礼物，凭什么把这东西卖给这个废物？霍二少，孟二小姐，回吧，今日不做你们生意。老东西，你知道我是谁吗？怎么，霍二少是打算跟我逍遥阁耍威风吗？告诉你，今天就是霍老爷子亲自来了，这幅药王像也是孟小姐的。我们走吧。王小姐，霍少爷，慢走。吓死我了！不行，我得马上告诉那些老东西，圣手来京都了。庭婉，你和林老……既然已经退隐，我的身份也不必让他知道了。之前我意外帮过他一次，看来他也没有表面那么简单。这怎么可能？那个废物怎么可能得到林老的青睐？查，10分钟之内，给我彻底查清楚孟庭婉的底细。废物，让你们查就查出这些。孟庭婉，孟家长女，自幼从乡下长大，这些东西连头猪都知道。少爷，真的查不到更多了。关于孟庭婉的信息就这些。林轩哥，查不到什么很正常，我都说了，他就是个乡下来的废物。但是今天，林老对他太过反常。林轩哥，要我说，这指不定是用了什么狐媚的手段勾引了林老。别看他表面很清高，背地里指不定多下贱。有你这句话，我就放心了。既然他没有身份，没有背景，我哥一个残废，他一个废物，想跟我斗，做梦！还不快滚！今晚老爷子寿宴，我要让他们都知道，都做个下场。这就是霍大少娶的那个乡下媳妇儿，长得倒是挺漂亮的，可惜是个草包。这孟庭婉在孟家都不受待见，什么本事都没有，残废配村姑，绝配。哎呀，大哥，你可算是来了，我们还担心你腿脚不方便，会迟到呢。姐姐这身衣服是借来的吧？这旗袍看着就不合适。妹妹这身倒是合身，就是这审美嘛，还是这么差劲，跟你妈一样，勾栏做派。孟庭婉，你疯了吧？霍二少这手抖的还真是有水平，差点就泼在我老公的身上。你这是帕金森早期，还是肾气不足啊？孟庭婉，你胡说什么？你个上不了台面的东西，跟我顶嘴！上不上得了台面，不是靠嘴皮子来决定的。更何况，你在众目睽睽之下，对自己坐在轮椅上的亲哥哥泼酒，这教养和格局，还真是给贺家的面子。知道的就是家业，不知道还以为动物园的猴子跑出表演杂耍。他这是在帮我出气，找死！
追。霍二少爷，这也不是大过年的，怎么行这么大礼？赶紧起来！知道你腿软，但是这么多人看着，多给霍家丢脸。不听话，疯了吗？这是霍老爷子的寿宴，居然敢在这儿撒野！妹妹，这话是什么意思？我可是好心提醒，腿软脚软，这可是典型的肝风内动，心术不正的人就会这样。我建议你多积点阴德，比吃什么毒品都强。毕竟害人终害己。我夫人说的对，阿弟还是要修身养性才是。这寿宴马上开始了，吵吵闹闹的，这是在干什么？霍爷爷，这是家父特意托我给您送来的贺礼，江南名家的万寿图。不错呀，真不错呀！爷爷，这是我特意花重金给您找的长白山人参，希望您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好。这人参应该就是3天前拍卖会上被3000万高价拍走一个吧？这二少爷还真是有孝心呢。我要是老爷子，也不知道有多感动啊。买到了药王巷子，我可是花了重金讨老子欢心，这未来霍家继承人只会是我。听我爷爷喜欢收集佛像，喜欢中药文化，我和婉婉特地从逍遥阁给您买了这药王像。明远，有心了。大哥，这就是你给爷爷准备的寿礼？你是手里实在拮据，还是根本没把爷爷大寿放在心上？就是，这也太寒酸了，连二少爷送的千年野山参的须子都比不上。印堂制服，肝火急郁，还吃野山参呢，这老头命都没了，真是浪费好东西。别急，谁说礼物只有这一份了？爷爷，我和明远要送您的这个礼物就是保您长命百岁。都疯了吧？长命百岁？他真以为他是神仙啊？孟家这个蠢货啊，不仅蠢，连脑子也不正常。为了哗众取宠，连这种话都敢说。爷爷，您听听啊，这个女人在您的寿礼上竟然敢如此狂妄，诅咒您啊，简直是大逆不道呀！姐姐，你一点艺术都不懂，在这胡说八道，简直是没把老爷子放在眼里。老爷子身体硬朗，等你是在咒老爷子。婉婉，别胡闹。小丫头，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这话什么意思啊？您最近是否常感心悸？特别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或者是劳累过度后，胸口像压了块石头，常常喘不上来气。是否经常失眠，很难入睡？即便是入睡，也是噩梦连连，一惊醒，是否会在半夜突然失禁？住口！孟晴婉，你放肆！居然敢如此污蔑爷爷！爷爷的身体康健，从来没有你说的这个情况。保镖，把这个满嘴胡言乱语的疯女人给我拖走！污蔑？爷爷，我有没有胡说八道？您最清楚。这就是心脉僵绝、气血逆乱之症。您要是吃了您宝贝孙子送的野山参，我断言，最多活不过3日。今晚胡说八道什么呀？还留着干什么？把人给我轰走呀！我看谁敢！给我上！住手！小丫头，你继续说。老爷子竟然没发怒，难道这乡村小丫头说的是真的？不可能吧？她一个乡下来的，怎么懂这些？爷爷，您别被他给骗了呀！他就是孟家养在乡下一个野丫头，根本不懂什么医术。他呀，就是在哗众取宠。对啊，爷爷，他就是个废物草包，哪里懂什么医术？一定是瞎蒙的。既然你能看出我的症状，那你能治？京都周家为霍老祝寿。
多三大家族。霍老，听闻您寿宴，特来祝贺，多年不见，别来无恙。周老大驾亲临，霍某受宠若惊啊！我等略备薄礼，还请笑纳。金针圣手，我终于找到你了！求您救救我孙子！什么？金针圣手？他就是传说中的金针圣手？天哪！那个据说能让死人复活的阎罗绸？不可能，他怎么可能是？你真的是金针圣手？不可能，她就是乡下来的贱女人，怎么可能是金针圣手？我是她妹妹，她是什么人，我还能不知道吗？周老，你可千万别被她骗了！住口！这位就是大名鼎鼎的金针圣手，人称颜见愁。5年前就曾驰骋江湖，我曾有缘与之见过一面。算什么东西，在这里胡说八道！哼！求您救救我孙子！周老，快请起！不是我见死不救，只是5年前爷爷去世之后，我便金针封侠，从此不再行医。孟神医，若没有您的金针，那我孙子就活不了多久了呀！周老不必慌张，逍遥阁的名医医术高明，据我所知，您孙子的病并非无药可医。啊！逍遥阁自有良药。想不到他真的是金针圣手，你爸妈就没告诉过你吗？估计连我那个窝囊爸都不知道，爷爷背着他要是个好孙女。好好，想不到啊，我孙媳妇是圣手金针，可喜可贺啊！这真是一份泼天富贵的大礼呀！爷爷，你怎么了？糟了，脉象紊乱，大灾之兆。那还有什么办法吗？只能施针。可是什么可是？你现在还不能破例吗？爷爷都快不行了。金针已经被我丢掉了。那爷爷只能等死了。孟庭婉，我看你就是故意不想救。就是，没想到传说中的圣手金针竟是个见死不救的主。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啊。是啊，怎么回事啊？假的吧？谁敢为难我家小姐？这好像是逍遥阁的幕后老板。小姐，您的金针。给爷爷更衣。老朋友，又见面了。爷爷，你醒了，你感觉怎么样？这圣手金针果然名不虚传。李远，你找了个好太太呀！霍老，您有圣手金针这样的孙媳妇，真是好福气呀！是啊，霍老，以后霍家一定蒸蒸日上，好运连连。各位宾客们，爷爷还需要多休息，今日照顾不周，望请谅解。日后大家到逍遥阁，尽管报我的名号，若有需要，尽管去取。今日平日已经破例，日后大家若有需要，尽管来找我。不愧是金针圣手啊！圣手啊，真是一整人心了。今天倒是给他长脸了。一看他那得意样，我就来气。怎么着？
有他好看的。今天谢谢你啊，金针圣手。不知道圣手还要给我多少惊喜。明远，之前我本打算封真才未如实相告，我保证之后绝不欺瞒。不愧是我霍明远的太太，没白疼你。我才嫁到你们霍家几天，你哪就疼我了？看来霍太太火气很大嘛。霍大少爷也懂医术，可懂得降火去燥。什么事？少爷，快看看吧！现在京城谣言四起，说小姐给老爷下蛊。怕什么？爷爷不是已经没事了吗？霍老爷子已经昏迷了。爷爷这是怎么了？昨天不是还好好的吗？爷爷本来是好好的，但是自从这个妖女说爷爷活不过3日之后，爷爷又是吐血，又是昏迷的，这不又出问题了？你这是什么意思？我能是什么意思？谁干的好事，谁自己心里清楚。昨天在宴会上，听完给爷爷施针治病，你可是亲眼看见了？治病？谁知道？他这一通乱针扎在爷爷身上，谁知道是救人还是杀人呢？我看呢，他就是给爷爷下了蛊，想让咱们霍家完蛋。霍明轩，你干什么？爷爷他中毒了，你想害死他吗？我看是你想让爷爷死吧。孟庭婉，我偏不信你是什么金针圣手。抽下家属也是中了你的蛊，才把你当成了金针圣手。霍明轩，你未免想象力太丰富了，你给我让开！不让，我才不会给你危害爷爷的机会。李轩，你难道就要眼睁睁地看着爷爷去死吗？爷爷吉人自有天相，就算是真的西去了，那也是命当如此。我才不会把爷爷的命交到一个妖女手上。昨天还说我是乡野村妇，今天又说我是妖女。霍明轩，你明天打算叫我什么？快让开，让你嫂子给爷爷治病。我的残废大哥，有本事你站起身来，把我拖走。你，霍明轩，你当真以为我没有办法？这是你把爷爷当靶子呀！我金针圣手可不是白叫的。爷爷，我这是怎么了？爷爷，您现在没事了。这次又多亏你了。李轩，给。爷爷，这是我们霍家名下99.9%的产业，现在呀，交给你们夫妻俩保管。爷爷，你什么意思呀？你整天游手好闲，我霍家的产业呀，是不可能交给你的。太侮辱人了吧！给他们99.9%，就只给我留0.1啊！那0.1呀，可能也不是你的。爷爷，那个女人都害了你2次了，您不但不追究她，还给她股份，你是不是老糊涂了呀？住口！圣兽金针向来依着人心，
若不是他救了我2次，我今天能坐在这儿吗？没有证据啊，就不要冤枉好人。可是全家就一个外人是吗？好，这0.1%也别给我，我稀罕。什么？你也把家产都留给霍明远他们了？也不是全部，还剩0.1，不出意外是留给我的。你有病啊！0.1%还要饭的呢。哎呀，好了，现在他们手里放几天，早晚还得是我的。你说白天爷爷昏迷是中毒？那种症状，面色发青，嘴唇发黑，与中毒症状吻合。谁这么大胆，敢对爷爷下毒？其实你心里一直都有答案，不是吗？只是你不愿意面对。明月，你坚持住，我马上送你回家。杀手明显就是冲着他没有知觉的腿上来了，为什么？关于我的腿，还不到能告诉他的时候。你的腿有知觉？没有啊。少爷，周家家主求见。这么晚了，不见。他是来找少夫人的，周家小孙子快不行了。这周家小孙子的病情，不至于到这种地步。周家家主，孟神医，你总算来了！我按你的吩咐去萧阁拿了药，刚开始好好的，现在变成这样了。霍大少爷，你这腿怎么了？中枪了，我也是。啊？还有这等事？怎么会这样？啊！不对！啊！有什么不对？这药不对，这不是我让你抓的药。啊！看来是有人把这药换了。谁敢在我周家做这种事？竟然想害我孙子，与他不共戴天！孟神医，求求你救救我孙子！医者仁心，我一定会全力救治。是生是死，就这一阵。管家，怎么回事？灯怎么灭了？老爷，线路遭到破坏，府上所有的电路都不能用了。备用电箱呢？也被破坏了，修好至少1分钟。谁这么狠毒？不仅换我孙子的药，还要置他于死地！不行，等一下，等电来吧。不行，这一针我必须要在1分钟内扎入。这可能就是他的命。偏不信命，即使有人阻碍，偏要救。如果你现在收手，周家的人不会怪你；但如果你下针有丝毫偏差，周家一定会把所有怒气撒在你身上。爷爷，爷爷，不会再是我。
爷爷，龟孙子！金针圣手，名不虚传。以后孟神医有任何要求，尽管吩咐我，周家一定全力以赴。大少爷，少夫人只是劳累过度，没什么大碍，好好休息几天呢就可以了。我不会再让你受伤了，谁也不行。你来干什么？周家小少爷中的毒，孟庭晚施酒突然断电，都是你干的吗？说话可得讲证据的呀！你空口白牙的，就敢跑到我这来诬陷？也就你在乎我这个乡下来的贱姐姐，真以为她金针圣手的名号不负所有人？我当然有证据。就你，也想跟我斗？你以为你的腿是意外？当年我的腿突然瘫痪，是你。医生说你只是简单的风寒，只要按时吃药就行。来，把药喝了。爷爷，我感觉我已经好多了，我想出去走走。好啊，我陪你一起去。来。明远，明远，爷爷，我的腿没知觉了，怎么会这样？来人呐！来人呐！有一位江湖浪人送了我一副药，也不知道有没有用，就拿你试试。没想到呀，没要你的命，把你的腿搞废了，也挺好。你告诉我这些，就不怕我告诉爷爷吗？他现在自身难保了，还要直接管你？听我一句劝吧，赶紧回家收拾收拾东西。以后呀，整个霍家就都是我了，这个家就再也没有你的位置。讨厌，你都背着我干什么了？怎么连我也瞒着？哎呀，宝贝儿，等我掌握了霍家，我先把你风风光光的娶进来。昨晚，假如你腿中的子弹有毒，你要是不回去找你家里的媳妇，你的命可是不保。小姐，你终于醒了，你已经睡了整整1天了。少爷呢？不知道，下午就出去了，还不让人跟着。少夫人，不好了，周家来人了，还带了其他家族的家主和打手，让你给个说法。姓孟的，你还号称什么金针圣手？还我孙儿命来！周老爷子，当晚小公子转危为安，你是在场的，毒都解了，这事情必然是有什么蹊跷。能有什么蹊跷？
是医生，你说没问题，我们才相信你的。如今我孙儿的命都没了，今天必须以6大家族的面给我一个说法。翁神医，家父服了从逍遥阁取的药，病情好转了很多。按理说，我不该为难你，但是周老爷子说的也是实情，还希望你给大家一个交代。是啊，孟神医，你的威名我们是知道的，但是毕竟你消失5年，你还是应该给各位一个交代。周老爷子，是你多次上门求我出手救你孙儿性命，我没有理由害他。是我求你不假，可你既然答应了，就应该负责到底。如今我孙儿的命都搭上了，就跟你脱不了干系。周老爷子，您带这么多人来，究竟是想解决问题，还是想找麻烦？那就要看你金针圣手想怎么解决了。少夫人，不好了，门外来了一群记者，他们不知道从哪里知道了周家小少爷的消息，非要让你给个交代。去了几家？10家，不够，把所有能叫的媒体都给我叫上，什么自媒体博主了，能叫的都叫上，我都要看看这个金针圣手孟庭婉今晚是怎么过的。这就是你要给我看的好戏呀！好戏还没到高潮，要不我先给你试试。偏偏这个时候，霍明远的电话都打不通，去哪儿了？姓孟的，还号称是金针圣手，我看你就是个江湖骗子。孟医生，你在江湖上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不是我们不相信你，只是今天发生的事情，你要给个解释。就算是医疗事故，我们大家也要个说法。说得对，不能因为你是金针圣手就能草菅人命。王医生，今天无论如何也要给我们6大家族一个交代。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问诸位，我孟庭婉此次遵循爷爷的遗嘱嫁入霍家，一切从简，从未深扰，你们是怎么知道的？我们收到了一封邮件，上面写着霍家新过门的孟家姑娘就是圣手金针。什么邮件？不知道，没有署名，也追查不到邮件地址。看来幕后一直有人想置我于死地，到底是谁？不会是霍明轩，起初他的表现明显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姓孟的，你不要转移话题，还是赶紧给我孙儿一个交代吧。等霍老爷子来了，我自然会给大家一个交代。我已经让管家去请了，请大家稍等片刻。少夫人，老爷出事了，老爷他……爷爷怎么了？老爷他好像已经咽气了。霍老爷子去世了。前日宴会上不是还好好的吗？难道说真的像报道的那样，是你这个妖女做的蛊？妖女，你肯定知道会是这样的，这一切都是你。妖女，你要去哪儿？我要去看爷爷。人都死了，有什么好看的？今天你不把事情讲清楚，哪儿也别想去。我家小姐不是害人凶手，我有证据证明小姐的清白。周家里面的监控已经被删除了，这是周家外面街道监控的监控录像。我们从里面发现，周家的一名女佣偷偷从大门前从一名男子手里接过了一包药粉。这又能说明什么？我们找到这名女佣的时候，
他已经被人割破喉咙。我们从他身上提取了残留的药粉，发现和周小少爷碗里残留的药渣成分一模一样。这是谁干的？现在还不清楚，但肯定不是我家小姐。我家小姐金针圣手，想害人根本不会留下把柄。周老，现在形势不妙，逍遥阁我们得罪不起。周老，我们还是先回去，从长计议。告辞。什么东西？人前一套，背后一套，还不是要我们小姐帮忙？云婷，这次多亏有你在。小姐，霍大少爷他快不行了。怎么又是中毒？可是这种毒是慢性毒，怎么会突然？伤口呈现紫黑色，看来是中毒了。怪不得那天晚上杀手中了这条毒。明远中毒不是1天2天了，一直有人对他下毒。可是该怎样下毒？如果下在饭菜里，所有人都会中毒。云婷，你去把少爷的轮椅推过来。天黑了，居然有人在轮椅的扶手上下毒，真够狠的。这毒已经侵蚀肺腑，我也没办法救治。霍老爷子刚得疾病去世，霍大少爷又身有剧毒，霍家是要变天了。一切都该结束了。明远，我去查看过爷爷的遗体，确实是突发性心悸。5年前，我没有照顾好爷爷，现在也没有照顾好你们。我觉得可以继承爷爷的金针。小姐，好消息，药王的徒弟送药过来了。来的正是时候，快带我去。有了药王送来的药，不出半天，你必醒来。有时候我也不知道是药王他能掐会算，还是小姐您运气好，刚好送来了灵药，也没有说什么原因。药王在我心目中，从来都不是凡人。药王还说了一句话。什么？5年前孟老爷子去世之前，药王曾给他号过脉，药王说老爷子的脉象有异样。我为什么没有察觉到？废物！周家这个老东西，孙子死了都没能把乡下那个妖女怎么样。那妖女有个手下拿到了下药的证据，所以这群废物，亏我辛辛苦苦从黑市找的药，最后是毒死了我爷爷。哥呢？药王的徒弟不知道送来什么药，好像已经没事了。给我滚！养了一群废物，滚！这就是你要给我看的惊喜啊！把自己爷爷搞死，还轮不到你来嘲笑我！孟庭婉还没到最后呢，鹿死谁手？一定！霍家最后还得是我的。看来要先从孟老爷子生前吃的药查起，当时的医嘱里应该都有记录。怎么会这样？这几种药不该是这种剂量，而且还有几种药根本不该出现。是你？你回来干什么？爷爷的事情
你都清楚？我当然清楚，就是我亲手给那老东西下的药。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自从你来到孟家，爷爷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他想把孟家分大半给你，只给我和琳琳留那么一点。我嫁给你爹那个老东西，难道就图这点东西？王美娟，你心好狠！要不是爷爷护着你，你怎么可能会到今天？我现在的一切都是我自己得来的，我没有靠任何人。只是我没有想到，原来你就是传说中的圣手金针，否则当初就该把你一起除掉，省得我现在麻烦。王美娟，我之前只是觉得你贪心，没想到你居然这么不要脸。随你怎么说好了，反正孟家是我和琳琳的，你今天必须把命给我留下。有本事你就来拿。王美娟，放下刀，你已经被包围了。别过来！放开他！王美娟，别挣扎了，你逃不掉的。你不让我活，你也别想活了。孟庭婉，你别得意的太早。实话告诉你，想要弄你的还有别人，而且是你惹不起的人。就算没有我，他也会帮我和琳琳把孟家得到手。带他走。孟庭婉，咱们走着瞧。云婷，麻烦你送他去警局。好，好好照顾小姐，她刚刚受到了惊吓，好好安抚。你是怎么知道我去了孟家？云婷告诉我的。我并没有告诉云婷我去了哪。我醒来之后，大概猜了几个你不去的地方，然后还事先通知了警察。霍明远，我们是不是该坦诚一些？我一向很坦诚。果然够心狠手辣的，为了家产，连亲爹都不放过。彼此彼此，你爷爷的死倒和霍二少爷也脱不了干系。既然是同道中人，那我就打开天窗说亮话。你我合作，替我除掉霍明远，霍家归我，孟家归你，对你对我都好。婷婉也是我亲生的女儿啊。哇，你是要我还是要他？本市两大家族霍家与孟家已经达成协议，双方将多个项目重新整合。另外，据知情人士爆料，霍家长子霍明远的腿疾是由于长期服用禁药造成。此消息一出，霍家股价大跌。霍明远，因为你，霍家的股价已经跌到历史最低，你还有心思在这喝茶？你想看着霍家完蛋吗？霍明轩，谣言别人信就算了，你也信？我的腿是怎么回事？你应该很清楚。知道什么？好，就算我知道什么，又能怎么样？能让咱们家的股价涨回来？霍明远，你不要在这避重就轻，眼下的事打算怎么解决？爷爷生前已经将99.9%的股份转让给我，换句话说，就算霍家1分钱不剩，跟你也就只有0.1%的关系。姐夫，你这话说的就不对了。明轩也姓霍，他怎么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祖辈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毁于一旦呢？妹妹，这是有好主意了。把你们手中的股份
低价转让给我。然后呢？然后就跟你们没关系了。我要是把霍家败光了，我自己去霍家祖先面前谢罪。真是好算计啊！不过你们多虑虑，我们已经有办法了，不劳你们费心。你们能有什么办法？要是说治病救人的话，或许你圣手金针还有可能办得到。商战之道，你这乡下的野丫头能懂什么？霍家，这不还没完吗？我等着你们来求我。明显就是他们在背后搞鬼，说不定我的岳父大人也参与了。你有什么办法？人的名，树的影，只能试试看了。霍先生，您作为霍家的几乎唯一财产拥有者，怎样看待眼下的情况？股市有起伏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我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担心。故作淡定，真是不知道他们召开这场新闻发布会的意义是什么，是想要体验当众打脸的感觉。还以为我那神医姐姐能有什么好处，原来是开发布会。她该不会真觉得说真话就真的有人听？真是长得可爱。霍先生，请问您对现在有传言说您的双腿残疾是因为长期服用禁药才造成的，您对此作何看法？众所周知，我的太太是一名医术高超的医生。如果我真的有这方面的问题，我想她是不会嫁给一个瘾君子的。会不会是你们夫妻共同向公众隐瞒真相？不会。你们怎样证明？怎么还不来？何必呢？都这个时候了，还把霍家死攥着不放。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二人对于我们的问题不做回答，是因为回答不了吗？霍大少爷夫妇不回答，是因为根本没有必要回答。孟医生，不好意思，我们来晚了。不晚，来的刚刚好。孟医生，孙儿刚刚去世，你还没洗清你身上的嫌疑，我怎么可能为你和霍家做担保？周老，我孟庭婉在江湖上也是有名有号的，圣手金针无人不知，这名声不是我吹出来的，是我一点一点靠着德行积攒起来的。当初在霍老爷子的寿宴上，你们求我相助，难道不也是相信我吗？此一时彼一时，霍老爷子已经不在了，我孙儿也，那都是过去的事了。真相一定会水落石出的，我一定会给你们一个交代。但是现在霍家绝对不能倒，否则就会正中某些人下怀。凭什么相信？就凭金针圣手这个名号。我相信霍大少爷和霍夫人的品行和人品，他们一定不会是传言里讲的那样，那些都是诬陷、诽谤。周老先生，您用什么担保您的言论呢？我用周家数百年的荣誉做担保。若是霍大少爷和霍夫人有任何品行不端，我愿将周家家产全部献出，弥补股民们的损失。我们李家也是，我们董家也一样。我代表京都6大家族，愿为霍家做保。疯了！这几个老东西都疯了！不知道孟庭婉使了什么阴招，能让6大家族的人都给他们做保。孟庭婉，你一次次坏我好事，就没怪我对你心狠手辣。真没想到你能放下身份，为了霍家去求6大家族。我不是为了霍家，而是为了你。为了我？我是霍家的太太，是你霍明远的太太，难道不是为了你吗？我一直以为你不愿意嫁到霍家。
从你第一次把我从孟家接过来，我就知道爷爷给我选的人没有错。你不是一直想要我坦诚些吗？我现在就对你坦诚。怎么个坦诚法？这样算吗？你的腿，我一直都知道是霍明轩对我的腿做手脚。当年买通我身边的人对我下药，但那个阿姨从小抱着我长大，不忍对我下手，就告诉了我真相。再后来，买通我身边的助理，在我轮椅上下毒。我想着，与其揭穿他，不如将计就计，这样反而可以掩人耳目。上次的枪伤，那次是真的，我没想到子弹上会有雾。你藏的可真够深的。还有件事，我怀疑爷爷的死跟霍明轩也有关系。我去检查过爷爷的遗体，确实是突发心悸。不，一定是有什么药物诱发的心悸，而不管是市面上还是黑市上的药物，都一定会与那个地方有关。逍遥阁，奇怪，大白天的怎么没有人？小心！还有救！走。这次我们孟家为了资助砸了不少钱，你打算怎么补偿我？资助？没有我，你们孟家算什么？我带谁都能玩，不差你。霍明轩，我早就知道你不是东西。我留着你当玩具，别太把自己当回事。你怎么在发这个？真当我是不谙世事的小白莲花？现在可以谈了。有些事我说了不算。那就让你身后的人现身吧。我早就想到，凭你这个纨绔，布不了这么大的局。孟二小姐倒是很看得起我。是你，霍老爷的私人医生瞿良。二小姐好记性，还能记得我。现在怎么办吧？孟庭婉和霍明远一定对老爷子的死有怀疑。要是让他们查到周家小少爷的死因，那我们可就真的没有翻盘的机会了。别急，我都帮你布置好。云婷，一定要把林老安全的送到药王谷。小姐放心。对不起，没想到把你娶进傅家，要你遭受这些苦。嫁都嫁了，小心！据可靠消息，霍家大公子霍明远已被其夫人孟庭婉谋害，原因是孟庭婉婚内出轨被发现，走投无路之下杀人灭口。目前警方已经收到大量证明孟庭婉出轨的视频和照片，警方已经对其展开通缉。霍家二公子霍明轩现已掌控霍氏。徐医生，好手段。哼，那个杀手怎么打算？他去之前已经服下我的药。12小时内就会暴毙身亡，我做事不留任何蛛丝马迹。我删掉了。
是一会儿。你现在还有用，姑且再留你几天。霍明远中枪坠海，你们还是找人去看一下，以防万一。我来之后，我爷爷死了，现在明远任生死力，医者可以医人，却医不了人心。这京城，或许我就不该来。孟小姐，你曾经告诉我，活着才有希望，无论何时，都不要自己切灭希望的火焰。你忘了吗？你是孟小姐，我等了你5年了。孟小姐，你不记得我了？当年京城共有8大家族，我被陷害，孟老爷子乔装把我带了出去，是你施的针，救回了我的性命。你是王家后人。5年前你救了我，现在该我还你了。他在哪儿？跟我来吧，现在全城的警察都被他们买通了。还好没有伤到骨头，多谢出手相救。就别跟我客气了，快给霍少爷疗伤吧。这就好了。只要注意伤口不感染就好。好，好，吉人自有天相。好啊，都在这儿，省得我到处去找了。我这大哥命就是大，中枪坠海都死不了。不过今天你们一个都跑不掉。霍明轩，你弑兄杀父，就不怕有报应吗？报应！成王败寇，今天把你们全杀光，以后霍家就都是我的了。小姐，属下来迟了。不，云婷，你来的刚刚好。小心！今晚，卑鄙！霍明轩，当时你买通杀手，暗杀亲兄弟，毒害爷爷的时候，陷害我的时候，早就该想到有今天。你懂什么？从小到大，爷爷眼里只有这个废物，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到底哪里不如他？霍家本来就该是属于我的。刚刚的这根金针上有你自己下的毒，只要你告诉我幕后主使是谁，我就把解药给你。没有幕后主使。不是我看不起你，霍明轩，你还没有布这盘棋的脑子。好，我告诉你，霍明轩，你涉嫌买凶杀人、商业欺诈，等着把牢底坐穿吧。云婷，把他带走。嗯。你醒了，霍明轩已经被警局带走。那都结束了，不用装残疾了。徐良，他说徐良，看起来温文尔雅，在我霍家服务了10几年的医生，他怎么会？明远，你好好想想，爷爷突发心悸却找不到诱因，
周家小少爷明明已经解毒，却在我们离开之后突然身亡。还有查到的你的助理在轮椅夫手上给你下毒，霍明轩本人做不到这些，这背后一定有人熟悉霍家，了解爷爷病情，甚至懂我医术习惯的人在操纵一切。你说的这些，徐良完全符合。医生是救人的，但我却想杀人。我怎么没早点想到他？只想把注意力全部放在霍明轩身上，我被他给骗了。要是我早点发现，爷爷就不会死。邵彦豪，只有他一直陪在爷爷身边。你已经被逼的需要装残疾自保，已经很不容易了。小姐，少爷，刚截获霍明轩被捕前发出的最后一条加密消息，刚破译，接受者是徐良。失败，救我！废物！徐良终于坐不住了，咱们不能总是被动，这次要主动出击。喂，孟先生你好，你是谁？我叫瞿良，我有一桩稳赚不赔的生意，不知道孟总有没有兴趣？我凭什么相信你？我可以给你很多钱，霍家之前答应给你的好处，我可以全部给你，只要你照我说的做。你想要我做什么？只需要周家新能源材料供应商毁约，李家的航运被袭扰，看来都损失不小啊。找到原因了吗？是，少爷，背后是几家新注册的空壳公司在操作，资金也都分了多个账户，但都指向孟氏。孟国华近期异常活跃，而且接触了不少灰色人物。孟国华，我那老丈人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魄力？他哪来的钱？看来瞿良坐不住了，想用我这个废物爹来恶心我们，扰乱我们的视线。那就拔了他这颗钉子，逼他入夜。云婷，把你手上掌握的孟国华偷税漏税、非法转移资产、扰乱市场的铁证，全部都散出去。我要让他永无翻身的机会。可是，小姐，孟家毕竟是您的。自从爷爷去世后，我就和孟家早就没有关系了。是，小姐，证据早已备齐，我亲自去办。云婷，动作一定要快，不要给任何反应时间。明白，少爷。看来这场猫鼠游戏换我们做猎人。为什么不接电话？该死的瞿良，难道是在骗我吗？喂，你说什么？我不管，必须死死卡住那批货，不能让霍家得到。瞿先生答应给我的钱呢，再不到账我就撑不住了。孟国华，你涉嫌巨额偷税、商业欺诈、非法转移资产，证据确凿，现依法将你逮捕。带走。你们不能抓我，是瞿良，钱也是他给的，是他们指使我的。是不是你干的？啊！纵然你对王美娟害爷爷的事情不知情，但你有人品罪责。今日，我市孟氏集团董事长孟国华因涉嫌偷税漏税、商业欺诈等罪名被捕，目前已经被取保候审。孟国华这个蠢货，知道的太多了，不能留，让他走得自然一点。记住，要干净利落，不能留下把柄，明白？哼！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蠢货，孟庭婉，是你逼我的。姐姐，我错了，我不该跟你作对。爸爸没了，你就放过我好不好？我知道你恨我们，可是爸爸人都没了，
我求你高抬贵手，放过孟家吧。梦玲，收起你的鳄鱼眼泪。孟国华他是咎由自取，至于他的死因，我已经申请参与尸检，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他人谋杀，一定会水落石出的。姐姐，以前好多事情都是爸爸和霍明轩逼我做的，从来没有想过要害你，请放过我好不好？你是我的好姐姐。云婷，证据都交给警方了吗？孟玲，你涉嫌伙同霍明轩谋害霍老先生，参与周家对周家小少爷的投毒，商业欺诈，证据确凿，并且你还故意捏造事实，污蔑构陷。你还是好好想想，怎么跟警察解释吧。孟天晚，毒妇，屈先生不会放过你，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给我爸妈陪葬。孟天晚，你个……早知如此，那日我第一次见你，还是打轻了。屈先生不会放过你，一定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给我爸妈陪葬。蠢货，废物！孟林是傻子吗？想让我救你，还把我给卖了。孟神医，都是你！凭什么？凭什么你治病救人，我就不行？我控制的病人全都失败，是他们不配，他们的生命是肮脏的，我要修正他们。妈，你看到了吗？那些庸医救不了你，他们只会告诉我，我们已经尽力了。放屁！全是扯淡！我就是要掌控，我要让他们都知道，生命是可以掌控的。那些庸医救不了你，他们只会告诉我，我们已经尽力了。放屁！全是扯淡！我就是要掌控，我要让他们都知道，生命是可以掌控的。孟天晚，他那套什么医者仁心，全是狗屁，统统都要消失！我要创造这个世界，我要创造这个世界！不能进，不能进！老爷正在议事。救救我母亲！救救我母亲吧！住手！孩子，让我看看。救治不了了。你不是神医吗？你为什么救不了？为什么别人的生死要你说了算？唉。那些有钱人总想掌控我们的生死，可是医生总告诉我们已经救不活了。儿子我偏不信。少爷、小姐，匿名送来的，指明要给小姐。指明要给小姐，东西都检查过了，没有危险品，里面只有一封请柬和一管不明液体。孟神医，听闻你金针之术能起死回生，解世间万毒，鄙人偶得一无名之毒，自诩无解。特邀神医3日后，子时城西仓库一较高下。若你解得此毒，我自当认罪伏法；如若不能，神医之名不过如此。疯子，一定是去量。天王，不能去，这肯定是陷阱。这毒不简单，明显是在挑战我的道心。若我不去，他一定会以此为由，来诋毁金针，甚至用这毒药来继续害人，满足自己的掌控欲。我必须要去。孟神医果然守时。
徐良，我霍家待你不薄，为什么恩将仇报，把霍明轩推出来作恶？霍大少爷，这么多年装残废，真是苦了你了。以你的才智，若是不把你那个傻弟弟推到前面，恐怕你早就怀疑我。徐良，我们孟家到底哪里得罪你了？有兴趣吗？给你们讲个故事。孟老先生说，让你拿这笔钱给你母亲好好安葬吧。不，我不走。不，我不认命。就这样，我妈妈被所谓的天命和神意给抛弃了。他们告诉我要接受，放屁！我偏不接受，我要掌控一切。孟天文，你告诉我，如果你的至亲躺在这里，你会接受所谓的天命吗？看，这就是无名之毒的效果。他就是一个流浪汉，一个没有人会在意的小角色，正好用来验证真理。孟神医，请吧，用你的金针展现你对生命的人心。你只有一炷香的时间。徐良，你也是个医者，怎么能草菅人命呢？人命？不，这叫科学，或者是人性。孟神医，一个毫不相干的人，你救还是不救？云婷，真夏，毒醒了。不可能，我的毒无人能解，你怎么可能解得了？徐良，你还有什么手段？尽管使出来。解一个人的毒算什么？有本事把他们都解了！圣手金针，你好好看看，他们身上中的毒，你可认得？千金，不愧是金针圣手，连这种上古奇术你都知道。我说过，我的命不想被人家掌控，我要掌控一切。千金影是什么？千金影利用药物来摄人心魄，施毒者利用此物来掌控中毒者，令中毒者唯命是从。就算是让他们去死，他们都会乖乖听话。就算是让他们去死，他们都会乖乖听话。好邪恶的毒！孟神医，被人操控生死的感觉怎么样？从来都是你告诉病人能活多久，现在他们能活多久，全在我的一念之间。徐良，你身为医生，怎么能用自己所学做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你也配得上医者之心吗？孟大小姐，你从小锦衣玉食，你怎么知道我们底层人的苦？当年
我妈妈奄奄一息。我曾有去过孟家，我知道孟家有个千年灵芝，可以延年益寿，但是我却像一条狗一样被对待，你知道吗？请求孟老爷子赐千年灵芝，救我母亲，求求你们了！许人，人要岂能配贱命不配，配不配我说了算。小姐，小心！看，还是你们家小姐的命珍贵，他们这些贱命不值钱。云婷，不许开枪！成功了吗？还没有，我只是用金针暂时封住了他们的血脉，想要解毒还需要很久。徐良，有这点本事吗？哼，面对金针圣手，我怎么可能只有这点东西？今天劳驾你来此地，无非就是让你远离京城，我好做一些事情。做什么？也没什么，不出意外，明天一早，整个京城达官显贵都会中了我的千机印。我就是整个京城的主，我可以掌控一切。我就是整个京城的主，我可以掌控一切。你这卑鄙小人！跟你们这些人比起来，我卑鄙？全世界有多少肮脏的事是你们做的？越是有钱有势，越是无情无义。徐良，你不能因为自己的过往，对所有人都含有憎恶。我有说错吗？凡是那些对你们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在你们眼中就像垃圾一样，危害到你们利益的至亲，你们都可以抛弃。要说这个世界将会有什么，大概就只有你们这些对人性的冷漠吧。徐良，你当真以为我解不了你的千机引吗？我当然不指望千机引可以难得到你，但他们这是这是我特地为他调的蛊，这个蛊在他身上养了5年。难道说，霍大少爷，你真以为你很聪明啊？你以为你看透了霍明轩给你下的蛊，让你的腿瘫痪？但是我真正的目的是要让你坐在轮椅上，我的蛊就藏在你的轮椅中，只要你每天坐在轮椅上，就是在滋养我。徐良，快拿解药！孟神医，我知道你有本事，不管是千机印还是他身上的蛊，你都有办法解决，只不过是时间的问题。但是现在的时间只够完成一项，你是要救你的丈夫，还是京城的权贵们？你自己决定。小姐，现在怎么办？先回去。你是要救你的丈夫，还是京城的权贵们？你自己决定。小姐，我就在门外，随时叫我。自从你来到霍家，我们好像还没有好好说过话吧？是啊，先是霍明轩，再是曲良，好像所有人都在找我们的麻烦。后悔吗？你为什么要这么问？如果你不来霍家，就是江湖上传说中的金针圣手，就不会卷入这么多事情里去了。我是后悔，
你真的后悔？我后悔没有早点嫁过来。当初嫁到霍家，是因为完成我爷爷的遗愿。5年前，我对我爷爷病情的误诊一直耿耿于怀。我觉得是我害了他。后来呢？你听我说完嘛。之后，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见面吗？当时梦玲他们正在刁难我，你就突然出现了。那是爷爷之后第一次有人这么对我。我心中隐隐有一个声音，爷爷让我嫁给你，是他对我最后的爱。爷爷他不会骗我的。如果我当时知道你是金针圣手，我可能没有勇气娶你了。你就这么嫌弃我的身份？我虽然是霍家大少爷，从小就没了爸爸妈妈，我又不像霍明轩那样有野心，所以我从小就自卑。不说谎，是因为怕别人看穿我的心思。金针圣手的大名，我怎么敢高攀呢？你这不是娶到手了吗？快起来，我给你施针。心是人心，全城的人等着你去救。不用管我，我连我自己的男人都救不了，我还有什么脸活在这个世上？你起来，你给我起来！好厉害的蛊，在体内居然还是活的。明远，现在感觉怎么样？我感觉体内好像发生了什么变化。我的力量在增强，但我的理智在消退。明远，明远，别停！进来帮我！小姐，快控制住他！是，我用金针点他穴位。那蛊是活的，曲良是要彻底改变你的基因，让你成为一头不受控制的野兽。小姐，天快亮了，恐怕全京城的人马上就要发现自己中了曲良的千机印了。明月，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的。明月，你想说什么？爷爷，爷爷。明远的想法是对的，霍老爷子在临终前一定会发现点什么，留下线索。不行，一定要冷静。让我想想，爷爷，你这个时候会干什么？11月21日，我感觉曲良给我的药不太对劲，我找了孟老头。爷爷，他说他要研究研究，但1周后他就死了。爷爷也知道，今晚应该是我最后一晚。曲良告诉我真相，他想做世间新的造物主，而且他已经试验了很多人，老孟头、林轩、孟林
连老孟头的儿子孟国华也是他的试验品。不过他还是放弃了他们，说他们不配做毒蛊的容器。我不敢告诉他们真相，因为明远不是瞿良的对手。明远的新婚妻子是圣手金针，我很开心，也许有一天他会看到，会救我霍家。爷爷，他既然告诉你了真相，那这毒蛊的解法应该也……此毒蛊，不可能，绝对不可能！花蛊必有命门。爷爷，你既然知道了真相，为什么不想想生路？杀了我！杀了我！趁我还记得你，杀了我！你救我回霍家的爱人，说过要护我一辈子呢。今天由我护你。明远，你坚持一下，我一定能找到办法救你。我快撑不住了！这次杀了我，别让我伤害你！医生永远也不会伤害病人，这是我的医道。医生还是救全京城的人，你不明白吗？我都要救。小姐，千金瘾全城爆发了，6家家族正在互相残杀，周家、董家、李家家主已经被杀，整个京城都乱套了。居然真的敢让全城的人做他仇恨的牺牲品，太可怕了！外面好像末世一般。明远，你有静静，你一定能控制住自己的。你快走！我不走。小姐，你看，是林老。这香料能维持1天，1天之内，只要让他靠近香料，他就会一直昏睡。林老，你怎么来了？小姐，京城这么乱，你怎么还不走啊？我不会走的。瞿良是冲我来的，我不可能抛下全城百姓独自离开。何况明远他也中了毒蛊。看来眼下解铃还需系铃人，只能找到瞿良才能救全城啊。可是他会躲在哪儿呢？我想我应该知道，他一定在那里，那是他唯一在乎的人。妈妈，现在全城人都是你儿子的傀儡，再也不会有人说咱们就该死。他们的命现在都掌握在我的手里，我让他们活，他们才能活；我让他们死，他们就必须死。妈，我好想你。瞿良，在你妈妈面前，你仅存的一点人性才会出现。不愧是神医，靠着揣测人心，就能想到我在哪里。瞿良，当着你妈妈的面，你敢说你现在的行为是对得起她吗？要主宰全城人的性命，你凭什么？那些权贵，我们这些人的命当命了吗？他们凭什么？要主宰全城人的性命，你凭什么？那些权贵，我们这些人的命当命了吗？他们凭什么？我爷爷从来没有剥夺你妈妈活着的权利，但是人的生老病死不能强求。医者不是神仙，人都会有死亡的那天。不，有钱人可以换血，可以用钱砸命。我们这些人连活着都已经很累了，他们还不把我们当人看？人都有恶念，你决定不了别人，但你能决定你自己。你就没有感受到过任何一点善意吗？难道现在被你染上毒的人，他们
都是十恶不赦的恶人吗？妈妈，你会好起来的，对不对？你还答应要看着我长大。小良，以后妈妈不能再陪你了，你要学着一个人照顾好自己。妈妈，孩子，别哭。孩子，你妈妈的病已经没治了。孩子是个好孩子，你放心，以后就让他跟着我吧，我教他治病救放心，你这病没什么大的。谢谢医生，谢谢医生。为什么他们生病还可以这么开心？因为他们知道自己还有希望。孟神医，我承认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做不到像大多数人一样去认命。孟神医，我承认你说的都对，但是我做不到像大多数人一样去认命。有些人活着，别人就不能好好的活。我恨这个世界，也恨你。我可以失去亲人，为什么你们不可以？我妈妈可以没救，凭什么你们就要被救？徐良，如果我跟你走，你能不能放了全城的人？你跟我走？你嫉妒我，也恨我曾经的家庭，甚至是6大家族。如果我圣手金针，愿意做你的奴仆，并且把毕生绝学都教授于你，你能否放了全城的人？孟神医，你在讲什么胡话？我很认真。跟我走，堂堂金针圣手，也学会撒谎了。我是想救那些贱民。我若是撒谎，就不会独自一人前来。我圣手金针，召集几个手下，不是什么难事。徐良，看看你妈妈墓碑上的刻字，这就是你想给她看的世界吗？你不配提他，你给我闭嘴！想救人，想跟我走，证明给我看。你要我怎么证明？为了自己右手经脉，我就信你。动手啊！让我看看你的医德人心值多少钱！满嘴的仁义道德，哼！你们这些有点权势的人，只会满嘴胡诌。如果我照做，你就会立刻解了千金眼吗？没问题。现在信了吗？这些承诺。孟庭婉，孟神医，圣手金针，你真是天真的可笑啊！你以为我会在乎那些蝼蚁的死活吗？我要的是掌控，是看着你们这些高高在上的人跌落尘埃，看着你们失去引以为傲的东西。现在你的手废，你拿什么救我？拿什么跟我斗？卑鄙！可你们这些高高在上、视人命如草芥的权贵，不卑鄙，我能活到现在吗？你们装的就是霍明远中的我的五谷，五谷一死，子母就会烟狂不止，不死不休。不要！
原谅，我只是废掉右手，圣手金针，还是圣手金针。右手都废了，难道你的左手还能像右手一样失真？孟家祖传禁术，逆阵。孟家的禁术，我的右手废了，左手一样可以要了你的命。爷爷的仇，霍爷爷的仇，明远的痛，全城百姓的苦难，今天一并清算。燃命针，孟天文，你疯了吗？只要能阻止你毁了这副躯壳又如何？不管是你的千金眼也好，还是毒蛊，其根本就是控制神经和血脉，身体才是你的容器。只要控制住你的中枢神经，全城百姓的毒就可以解了。糟糕，技术开始反噬了。再撑一会儿，再撑一会儿，听我，等我。孟庭婉，撑不住了吧？你的命到头了。放心，你那个野兽丈夫，他应该撑不住了。到时候你们就可以在地狱里团聚。放开我！为什么我不能成为掌控者？妈妈。小姐，小姐，你怎么样了？你坚持住！快，明远中毒神，带他去药王谷，只有他有办法彻底压制。我知道了，小姐，你别说话。你放心，小姐，你放心。小姐。万幸啊，燃命针虽然透支重，但是金针圣手底子好，这条命算是保住了。至于这只右手，药王谷已经送来了最好的药，我们尽力。至于霍少爷体内的毒，已经被药王师尊用秘法将其封印住，不会再狂暴化。但是若要根除，师尊说这种蛊毒已经和血脉部分融合，若强行根除，恐怕会危及性命。唯一能做的只有霍少爷用自己强大的意志力和药王谷的秘药慢慢将其炼化，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要听晚没事，我怎么样都无所谓。若不是我娶她进霍家，她根本不会遇到这种事情。你醒了？明远，我在呢。你没事了，太好了。对不起，是我连累了你。说什么呢？他是冲我来的，跟你有什么关系？你的手没有右手，我人还在，金针圣手从来就不止手。明远的毒暂时封印了，药王的意思是让小姐和霍少爷回药王谷疗养，远离京都，你愿意吗？只要和你在一起，去哪都行。何况你现在是京都的英雄。什么英雄？要是京都的那些名贵对瞿良这样的人多一些友善，或许他就不会误入歧途。夫人，咱们明天就走。好，老公。 지켜주고 싶은 단 한 사람